大家好，我是尤布。今天我们讲一下世界经济链条。其实以前的世界经济链条是这样的：首先呢，由美国提出概念，然后研发，2年后呢，产品做出来，全世界的卖。再过2年呢，德国和日本跟上，用跟美国差不多的价格卖更好的德国产品，或者呢稍微便宜点的日本产品。再经过2到3年，台湾、韩国跟上，吃透了技术，满世界的卖更便宜的产品。紧接着又过了2年，中国的仿制品或者山寨的产品做成白菜价，满世界的卖。所以一晃悠8到10年过去了。当这个产品被中国做烂了以后，美国呢也在这些年里面又不断的提出了新的概念，然后继续这个全球经济的循环，不断的更新换代。然后呢，中国作为世界的工厂就这么干了20多年，最后从量变到质变。可是呢，现在的状况是已经21世纪了，也就是互联网加的时代，所有的进程和规则都在悄悄地改变了。现在再也没有中间商来赚取差价了。举个例子无人机呢是美国提出来的概念，只用了2年时间，大疆就做出来了，然后满世界的卖，白菜价。美国的无人机公司呢，产品刚出来没多久就倒闭了一堆，弄得美国军方都觉得这货又便宜又好使，真香啊！于是美国军方买了一堆大疆无人机，后来被董王给叫停了，说你们美军要不要脸了还，对吧？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说 VR， 对的，就是你们带着打游戏的那个，美国提出来的概念，2年以后研发成功，美国开产品发布会的前2天，深圳某个电子市场就已经出来了，200块钱一个，批发价，全球出口。美国公司破产，美国人很是疑惑，这直接就白菜了，都不过渡一下子吗？然后日本、德国、韩国、台湾都是一脸的问号中间这就没我们啥事儿了。只听远处传来中国男子的声音：支付宝、淘宝要不要了解一下？日本类目扭头就去发展动漫了。具体动漫出口占了日本的 GDP 多少，可以自己去查一下。文化输出在保持下以前的终端机床、电子精密仪器，增加 GDP。可是架不住中国设备的寿命虽然只是你日本设备的2/3，可价格便宜价格只有你的1/4问题是中国现在也开始整动漫了，所以日本现在慌的一批接下来呢，我们说一下德国。德国呢属于老牌的资本主义现状呢就剩下尖端产品这一项了。对了，还有啤酒。于是德国就剩下了轴承和机床，还有啤酒。有人说德国也可以文化输出可问题是德国输出啥呀？输出马克思哲学，还是输出第3帝国主义？所以文化方面德国还是省省吧，别输出了。大家喝喝啤酒不香吗？再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韩国。韩国也想输出文化，可是在家里面想了2天犹犹豫豫，想想还是算了。于是整男团女团，全世界的卖。当然了，主要还是卖给中国。看到中国的粉丝团还援韩国明星，韩国大出了一口气这样还能多挣几年钱，对吧？台湾呢，台湾就不说了，已经从台湾省快变成台湾县了。现在就剩下唯一的农业还卖不过新西兰，现在连内地也不要他种的水果了。
然后最近几年，中国宣布创新，整个高科技，于是全世界都傻眼了。这要是再过了个20年、30年，他们还能卖啥呀？对吧？所以为啥现在美国带头围堵中国，西方国家都屁颠儿屁颠儿的跟上？明白了吧？蛋糕就这么大，你中国想全吃了，那他们吃啥？于是呢，他们天天逛南海，贸易战，搞意识形态，说白了还是钱闹。因为如果再给中国几十年，芯片发展起来了，发动机也发展起来了，机床发展起来了，医疗设备起来了，关键是便宜呀，对吧？他们那些个资本主义只能去喝西北风去了。其实中国人呢都有大国思维，自然而然的那种。就算是某些人在贬中国的时候，潜意识里也是大国思维。比如你可能听周围的人说过这些话：中国经济上比不上美国，国产的手表比不上瑞士的，护肤品呢法国的更好一些，澳大利亚的奶粉很好，巴拉巴拉的，对吧？国内的环保意识比不上日本，日本可干净了，巴拉巴拉的。国产汽车呢还是没有德国的好。所以你们发现了没有，在任何领域，中国人都习惯和世界在此领域最顶尖的国家去比，这不就是大国思维吗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强项，都有那么几个重点的发展支柱性产业，而中国人可不这么想，他想的是每一个产业、每一个领域都要做到世界最强，做不到，那么就是落后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大国思维很普遍，大家都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中国的汽车就应该比德国的好，环境呢就该做到比日本好，经济呢就应该超过美国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同志们，加油干吧！奔涌吧，后浪！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优步。